随着叶凡他们看到了神渊的光点在天空中沉浮，在叶凡的引导下，他们决定冒险向古矿前进，以更好地理解这片区域的场能。他们深入古矿区域，却发现自己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引，仿佛古矿有着自己的意志，能够操控周围的一切。太初古矿周围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，四人心中感到难以言喻的压抑与惊惧，仿佛无数黑色巨月降临，沉重地压在心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四人惊愕不已，心中充满疑惑。陈怀远颤声问道：“太初古矿发生了什么？我们不会死吧？”李德生的英明眼睁开，试图看向古矿的方向，却只看到一片深邃的黑暗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叶凡急切地询问。李德生却突然大叫，仰天倒下，眼角流出鲜血，令三人心中一寒，连忙将他扶起。李德生痛苦地说道：“黑洞，巨大的黑洞，像是可以吞噬一切。”片刻后，天空中的星辉与月华再次出现，柔和的光辉如烟似雾，给人带来一丝温暖，仿佛刚才的恐怖只是幻觉。然而，没过多久，光辉又被吞噬，四周再次陷入黑暗。怎么又黑下来了？老刀把此心中不安，意识到午夜时分的到来，传说中太初古矿会吞噬天地精华，他们必须迅速离开。叶凡带领三人向外退去，然而这并非直线前进，而是不断变换方位，走走停停，仿佛在迷宫中徘徊。叶凡依照袁天书的记载，仔细计算每一步，确保他们能安全前行。爵爷，一定要带我们出去啊！陈怀远边走边磨叽，老刀把子则不耐烦地将他推开，生怕打扰叶凡。经过一段艰难的跋涉，他们终于回到了距离太初古矿80-90里的地方。终于走出来了，四人长出一口气，叶凡则因疲惫而坐倒在地，急忙用玉净瓶中的神泉恢复体力。陈怀远感激地表示要为叶凡立长生牌坊，但老刀把子却提醒他们仍在太初禁区，危险依旧潜伏。月色温柔，四人小心翼翼地前行。叶凡询问李德生关于他在古矿看到的尸体，李德生回答道：“全都是人形，但不是人尸很难说，服饰古老。”老刀把子猜测或许是上古的圣主与皇主的尸体。就在此时，叶凡的心中一沉，远方地平线上出现了3道身影，光环笼罩，如同神之般立在那里。正中那人虚幻而素淡，左边如太阳神般炽烈，右边则如广寒仙子般晶莹。真的想将我们逼进太初古矿？陈怀远与李德生再次感到恐惧，想要逃跑，却因腿脚无力而无法动弹。就在此时，令人意外的事情发生了，那3道身影竟然转身飞奔，像是遇到可怕的存在，迅速逃离。李德生和陈怀远目瞪口呆地看着3个神秘身影飞快逃走，心中充满了疑惑和震惊。他们不敢相信，那些被他们视为禁忌存在的神明，竟然会害怕他们。叶凡在一瞬间认出了那3个人，他心中一亮，立刻追了上去。陈怀远和李德生惊讶地看着叶凡追赶，不敢相信他竟然敢追赶神明。老刀把子很快反应过来，意识到那3个人也是人，于是他们也开始追赶。他们4人默不作声地追赶着，前方的3人速度虽快，但似乎有所顾忌，没有完全放开速度，因此没有将他们甩开。叶凡几乎可以确定，那3个人是瑶池圣女、瑶溪和瑶光圣子。他们3人原本在太初古矿边缘运送石料，却意外地被困在了这里。叶凡和其他人因为一场黑色的怪风，也被卷入了禁区。双方相遇后，误会得以消除，原来双方都被对方误认为是古矿中的恐怖生物。在一番解释后，他们决定一起寻找出路。老刀把子认为，只要穿过前方的血色平原，就能脱离禁区。他们一起前行，发现了一片松林，这在太初古矿这种生命禁区中是不可思议的。在松林中，他们发现了一具散发着光芒的骸骨，以及一块象征大夏皇主身份的玉佩，这让他们意识到，即使是不朽皇朝的皇主，也难逃太初古矿的魔爪。叶凡突然想起袁天书中的警示，意识到这片松林和清泉的不寻常，他们必须立即离开。他带领其他人迅速后退，直到离开了松林。叶凡解释说，这种物极必反的地势在袁天书中是极为危险的，即使是袁天师也要避开。他们继续后退，直到离开了这片区域。最后，叶凡决定不再慢慢后退，而是全力逃跑。他告诉其他人，如果他们能够活下来，就在50里外相聚。其他人也感到了危险，纷纷施展手段，竭尽全力逃离这片区域。叶凡以他最快的速度，仿佛能够缩地成寸，感受到光阴流逝和时空更迭。然而，当他冲出数里后，却发现自己即将冲进一片宁静而美丽的松林，这让他感到一阵冰凉。这片松林本应在他后方，现在却出现在前方，让他不得不停下脚步。叶凡回头望去，发现身后的6人已经消失无踪，只剩下空旷的赤色大地。他心中充满了疑惑，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。叶凡尝试了多次逃跑，但每次都发现自己被送回了原点。他意识到，这不仅仅是场能的作用，这片树林似乎真的可以移动。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官，甚至闭上眼睛，放开神识探查四周，但结果依然如此。面对这种异常情况，
叶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。他知道这片松林是原天书中所记载的物极必反的地势，一种连大夏皇主都能斩杀的魔土。他尝试使用所学来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，但最终没有找到任何办法。在这种生死攸关的时刻，叶凡决定将万物母器铸成的鼎祭出，悬在头顶，垂落丝丝玄黄气，又将离火神炉取出，准备随时反击。然而，就在他准备应对未知的攻击时，他突然遭受了一种无形的攻击。这种攻击无声无息，却威力巨大，让叶凡的七窍流血，骨头几乎碎裂。他立刻将万物母器鼎放大，将自己笼罩起来，同时离火神炉的火光冲天，试图找出攻击的来源。但是四周一片寂静，没有任何生物的踪迹。叶凡感到了深深的恐惧，他不知道是什么力量在攻击他。在万物母器鼎的保护下，他检查了自己的伤势，发现伤势严重，如果是其他人，可能已经形神俱灭。叶凡决定再次研究原天书，寻找破解物极必反地势的方法。他发现书中提到了一些可能的解决办法，但这些方法都涉及到了深奥的元法，他目前无法施展，即使能够施展，也仅有50%的把握。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，叶凡突然遭受了另一次攻击，这次攻击更加猛烈，让他的感官几乎失灵。但在万物母器鼎的保护下，没有让他受到更严重的伤害。叶凡终于发现了攻击的来源，那是一种奇异的光波，看似轻柔，却威力惊人。这种光波甚至在他的离火神炉上留下了深深的凹槽，这让叶凡感到了震惊。漫天的光波如五彩缤纷的光雨般向他袭来，生之而古，万物母器铸成的鼎被打得四处乱飞。突然，光波消失，一道黑线从林中溢出，轻飘飘地划过天空，割裂了虚空。这让叶凡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，他担心自己的宝鼎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攻击。他意识到这片松林的凶险，看似宁静祥和，实则暗藏杀机。在一次猛烈的震动中，万物母器鼎猛烈摇动，虽然没有碎裂，但叶凡却感到极度不适。更让他感到头皮发麻的是，松林中溢出无数道黑线，轻拂而来，他不得不驾驭宝鼎逃遁。面对如此多的黑线，他感到绝望。这片松林比鬼林还要可怕。在绝境中，叶凡发现半空中的黑线虽然密布，但松林的低处却没有。他决定冒险贴地而行，冲进松林。他知道一旦进入这片物极必反的地势，就很难活着出来，但他没有选择。冲进松林后，叶凡发现黑线消失了，林中变得非常安静。他在鼎中等了很长时间，未见有变化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要被困在这里。他从鼎中出来，站在地上摩挲着原天书。突然，原天书自动翻页，射出瑞彩。叶凡发现松林中也有瑞彩闪烁，他手持原天书向前走去。他在地上看到了原天纹络，是原天书所独有的符文，与天书相互吸引。他走向松林深处，发现了一处又一处的原天纹络，这些纹络玄奥无匹，指向松林的最深处。叶凡心中激动，他怀疑曾有原天师来过此地。他手持天书，缓缓前行，仔细观察。突然，他看到了一座古老的建筑物，一座神庙，虽然陈旧破败，但却没有倒下。他意识到，这里在太古时代是神圣之地，这片物极必反的地势可能只是表象。他继续前进，没有分心。一路上，他看到了数十处符文，这些符文玄奥无比，但没有一处能够看懂。这些符文有的形如真龙，有的状若苍龟，还有的与星图相对应。这些都是原天图，是原天书中记载的最高成就者部下的纹络，无疑是原天师所为。在松林深处，叶凡发现了一座古亭，其石柱上刻有原天师的手迹，记载了数位强者的陨落。这些人物包括大夏皇主、4位圣主以及1位东荒神王，他们都是在寿元将进食来到这片密地寻求续命之法，但最终都命丧于此。古亭的石柱上，第4代元天师详细记载了他们的来历和事迹，以及自己如何通过元术化险为夷，逃出升天。他提到，尽管地上的物极必反地势已被他封镇，但地下之事却万难化解，告诫后人不要轻易触动。叶凡在石柱上发现，第4代祖师并非寿元将近，而是感知到晚年将至，可能会有不祥的事情发生。为了破解这一命运，他选择来到太初禁区，希望借助物极必反的地势来改变命运。在古亭中，叶凡还发现了一篇珍贵的元术，这是第4代祖师对元天书的补充，是他晚年的心血结晶。叶凡深知这份元术的价值，将其铭记于心，并抹去了石柱上的痕迹。在探索的过程中，叶凡发现了3座破旧的建筑物，它们与最初的神庙相似，都是太古遗迹。尽管古旧，但这些建筑物依然屹立不倒。叶凡相信，它们内部一定刻有道纹，才能保存至今。最终，叶凡来到了一座宏伟的黑色古庙前，元天纹络指引他前往此地。古庙阴森，仿佛连接着深渊。叶凡在门前发现了一片刻有符文的石板，上面刻有火龙坟、龙叠穴和松林的地形图，以及一口古棺。叶凡震惊地发现，这些地形图揭示了火龙坟与松林之间的联系，以及真龙拉棺的秘密。这与他被带到这个世界的9具龙尸拉的青铜巨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。
他意识到，这些时刻可能隐藏着原天使晚年的秘密，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未知命运。